女邻居的乳腺有肿块，作为医生的我一摸就觉得不对劲，赶紧帮她加号进一步检查，最后查出乳腺癌。可后来她却跟她丈夫说，我借看病之名猥亵了她。姓陈的，你必须赔我老婆500万，不然我就将你摸我老婆的视频放到网上。我没有猥亵他老婆，我也没有500万。最终他们将那个剪辑的视频公之于众，一夜之间我被网报道人人喊打，医院将我开除，老婆也跟我离婚，女儿更是害怕认我。最终我跳楼自杀。再睁眼，我回到了女邻居来找我看病的那天。陈医生，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我的胸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流脓，还刺痛，求求你帮我看看吧。我迷迷糊糊的看着周遭的一切，熟悉的办公室，干净的白大褂，乳腺外科主任的胸牌挂在胸口口袋上，再摸摸后脑勺，竟然没有一点伤口。求求你了，你是医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女邻居刘庆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低头一看，她拽着我的手往她的胸上放，吓得我赶紧抽了回来。陈医生，我没别的意思，医院下班了，我想检查也没机器了，但他们说你是乳腺外科圣手，只要一摸就能知道到底是什么病，我们都是邻居，你就帮帮我吧。我吓得退后了2米远。上一世，刘庆芳把我的手按在她胸上的时候，我想挣脱，却正好按在了她的肿块位置。作为金海市里乳腺外科的一把手，我有10几年治疗乳腺癌的经验，立刻判断出她的肿块是恶性。于是心软帮她做了指检，全程按照流程戴了手套，还录了诊断全过程，甚至还好心给她加了号，让她第2天一早就能做检查，最后查出乳腺癌。可再次见到刘庆芳，我傻眼了。她老公冲进办公室，对着我就是一拳，早就知道你们当医生的心术不正，说是给我老婆看病，其实是趁机摸我老婆，吃我老婆豆腐。现在她得了抑郁症，家里活也不想干，只知道哭。你要是不赔偿我们500万，我就把你猥亵我老婆的视频发到网上，让全国网友审判你。我呆了，忙掏出手机，宋哥，你肯定是误会了，我这里有视频，证明是刘姐求我帮她做检查的，我全程有视频可以证明。可我打开手机却傻眼了，昨天录的视频不见了。我突然想起昨晚做完检查后，刘庆芬哭着跟我说自己手机没电，要借我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我没多想就给了。看样子就是那个时候他把我的视频给删了。不是说有视频吗？你倒是拿出来给我们瞧瞧啊！宋雄国冷笑着说，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我可要拿我的证据了。只见他拿出手机播放了一个视频，上面的画面就是我的手伸进刘庆芬胸部的画面。一时间候诊室炸了锅。天哪，想不到陈医生是这样的人，大家赶紧换个医生看吧。这种人怎么能当医生啊？大家也不要急于下结论，说不定有反转呢。见舆论有利于自己，宋雄国说，现在我老婆被你搞得抑郁症了，你要负全部责任，只要你肯赔钱，我们就不告你，不然我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去，网暴有多可怕，你是医生，你知道的。我不承认自己做了缺德的事情，跟宋雄国说自己会修好手机，他却低声道，我给你1天时间，要是没有洗白你的证据，我就立刻发到网上。可到了手机店，我才知道手机里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被格式化了。更让人难过的是，一回到家，老婆就吵着要和我离婚，我这才知道宋雄国已经把视频发到网上了。老陈，离婚吧，我们的女儿现在已经被全校孤立了，他们说她是色魔医生的女儿，现在害怕的连话都不肯说了。就这样，不容我做任何解释，老婆就这样带着女儿离开了我。更让人头大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天傍晚，医院就迫于舆论压力正式开除了我，就连我住的地方也不得安宁，不仅被记花圈，被泼油漆，就连出去买个菜都有人朝我泼大粪。不堪受辱的我最后选择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起上一世我的惨状，再看着眼前向我苦苦哀求的刘庆芬，我捏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世我要你们一家不得好死，跟上一世一样。刘庆芬拽着我手往她胸部放的那一下，我立刻感觉到了那个异样的肿块。因为一直在一线临床奋战，所以这种典型恶性肿块的大小和形态我早就烂熟于心。跟上一世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再做一个单纯的男人，立刻告诉刘庆芬她的胸部有危险，而是一直后退到了墙角。刘女士，我已经下班了，如果您要看病，请按照医院的流程挂号。刘庆芬一听，立刻双膝跪地挪到我面前，她抬头，两眼含泪，双手紧紧箍住我的大腿。陈医生，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老公说我生不出儿子，1分钱都不给我，我根本没钱挂你的号，我们是邻居，你又是医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病死吗？上一世刘庆芬也是用这个理由跪着求我的。作为邻居，平日里多多少少听说过她的事情，没生出儿子，老公经常家暴，还克扣她生活费，可以说是一毛不拔。想着确实是个可怜的女人，我最终决定临时加班给她做了进一步指检，心里估摸着是个恶性肿块后，我出钱帮她挂了第2天的号，还帮忙缴纳了所有的检查费用。第2天值班后，我拿到了刘庆芬的检查结果，果然是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
记得当时我还庆幸自己医术精湛，也庆幸他来得及时，再晚一点点就会成晚期了，到时候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刘庆芬。于是我赶紧喊助理通知刘庆芬来拿报告，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她的诬陷，还有她丈夫宋雄国的威胁。最终我死于他们给我营造的网暴里。这一世，在看着可怜兮兮的刘庆芬，我的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刘庆芬同志，不是我不帮你看病，是医院已经下班了，按照流程我不能私自给你就诊，明天的号还有，你用手机取号就行，要是不会用手机，可以请教值班的工作人员，我还有医学研讨会，就先走了。上一世我给刘庆芬看病，看完正好到了下班高峰，堵了3个小时车，等我到了研讨会现场，会议已经结束了。最器重我的老院长很是不满，小陈啊，你是院里最年轻的主任医生，大家都很看重你，今天和美国人的会议你不在，让他们占了上风，我很失望，本来想推荐你做院长候选人的，现在想想可能是我看错人了，连守时都做不到，怎么做挑起医院大梁的院长呢？我解释临时给病人治病，可老院长哪里肯听。最终上一世让我的死对头，我老婆的初恋当上了院长，这一世我管你刘庆芬是死是活，我要把本来属于我的院长位置拿回来。有了上一世的经验，这一次我在离开医院之前先去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一世给刘庆芬做质检的手机视频被格式化后，我立刻想到了医院还有监控，这证据肯定比我的手机视频还要更加权威可靠。可我找到安保要监控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那天的视频没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宋雄国跟安保是老乡，他套了近乎，趁安保上厕所找到视频给删了。我还以为医学博士有多聪明呢，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拷贝监控，真是愚蠢。我被网暴的时候，宋雄国居然还敢当面嘲笑我，可惜那个时候我已经极度抑郁，连动嘴的力气都没了，更别说靠一张嘴跟千万网友辩论了。这一世我长了教训，提前去安保室拷贝了刘庆芬主动拿着我手往他胸上放的视频，这样就算被删，我也是证据在手。忙活完这一切，我才赶紧出发去了研讨会。由于这一世我没有耽搁时间给刘庆芬加班看病，及时赶到了会议现场。还在台上夸夸其谈的陈世美，也就是我老婆的初恋，一看到我脸色大变，话都说不利索了。伯恩博士，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同行们看到我后，纷纷对我行注目礼。听那个不学无术，只知道巴结的玩意儿在上面讲话，我真的快被恶心死了。院长看到我，赶紧将我邀请到前排就坐。美国来的医生们见到我，纷纷跟我打招呼。这次来中国就是想听陈博士讲讲乳腺外科手术里的治疗技巧，听了这么久都快睡着了，还以为中国就这个水平呢。院长沉声道：自古以来，能力者都以压轴出场。来吧，陈博文医生，该轮到你了。见众多大佬鼓掌欢迎我上台，老婆的初恋陈世美很不悦地下了台。他是个软饭男，没有临床经验，硬生生靠着岳父才步步高升。院长根本没打算让他参与此次重磅的研讨会，但苦于一些不能言说的压力，还是让了步。上一世只要我出场，就一定会拿下全场，为我当院长铺上最重要的路。可惜我没来，让陈世美这家伙抓到了把柄。这一次我可不让了。果然，我的发言获得了所有同乡的阵阵掌声。发言结束后，他们更是抢着要和我合影。被冷落的陈世美气得没把持住，当场离席。这一次，他的把柄被我抓住了。会议一结束，老院长就迎上前来，握住我的手：博文，讲得好啊，让我们的乳腺外科在外国人面前又扬眉吐气了一把。对了，那个陈世美提前走，我让人拍了照，现在严打，这种研讨会迟到早退，关系再硬也没用。你也算是将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赶出了领导队伍了，功德一件啊！走，老院长请你吃饭。到了饭店，才知道此次研讨会有神秘投票团队，我的院长候选票数遥遥领先。就在大家为我举杯庆祝的时候，消化外科的主任大叫一声：不好了，博文，你上热搜了。他满脸的为难和震惊。我打开手机一看，井号树德医院乳腺外科主任陈博文猥亵女邻居，井号外科医生以看病名义摸胸女邻居等各种以猥亵为核心的标题上了热搜。老院长的杯子停在了空中，脸色凝重。博文，怎么回事？好在我早有准备，立刻把手机拷贝的监控给院长过目。院长看完后舒了一口气，看来这个患者家属是打算要讹钱啊，幸好你机智，有视频监控可以还你清白。不过你还是得小心，他们肯定会来医院闹的。消化外科主任一拍胸脯，怕什么？我们有证据，现在就把澄清视频发出去，看他们怎么闹。我喝了一口酒，微微一笑，大家冷静，我心里有数。因为家里有人是做娱乐圈公关的，所以我知道最好的公关方式就是一开始沉住气，让网络舆论发酵到最大，最后再给网友摆真相，用极大的反差扭转舆论风向。所以想要弄死刘庆芬那对狗男女，我需要一点点耐心。他们越是嚣张，网络暴力对他们的反噬就越大。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等着他们亮招呢。果然刚喝完口里的酒，
就接到了医院办公室的紧急电话。伯恩医生，宋国雄带着一群人闯进你办公室了，他们说不见着你，就带着刘庆芬从你的病房窗口跳下去，你赶紧回来吧。还没进病房，就听见宋雄国的声音：各位网友，今天你们就来给我们夫妻俩做个见证，我实名举报陈博文主任借看病之名对我老婆进行威胁。现在我老婆的精神状况已经十分糟糕，好几次都说要跳楼，我不得已才带她过来讨要说法。我们绝对不是医闹，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只是要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我掏出手机，看到直播间里众多网友在给宋雄国夫妻打气支持。现在的医生真是鱼龙混杂，别看顶着各种各样名校的帽子，私底下还不知道干了多少缺德事。我以前看乳腺外科的时候也被医生揉过胸，当时想举报，但是他却笑话我看的胸多了去了，我的胸哪里值得他特意去摸。我压着这口气好久了，女孩子好可怜，有时候就是这样借看病之便就被猥亵了，却找不到证据。这个阿姨能有老公和家人这样帮忙撑腰，真的很不容易。我打赏一个火箭吧。我苦笑着摇摇头，现在医疗队伍里确实有很多人渣，借着职务之便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也很鄙夷唾弃。可我清清白白没有做过，却被扣上这顶帽子，我又怎么去保护自己呢？想到这里，我深吸一口气，走进了诊室。刹那间，镜头就对准了我。好，陈主任，我敬你是条汉子，没有逃避责任，赶回医院给我们夫妻俩交代。现在你说说，怎么补偿我们吧？宋雄国举着手机就朝我走过来，那气势真叫一个咄咄逼人。宋哥，我想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误会？还没等我继续说下去，宋雄国就打断了我。你摸了我老婆的胸，现在跟我说是误会，你是不是欺负我们两口子是老实人啊？想用误会2个字就把我们打发走？宋雄国一声冷笑，他对着直播镜头嚷道：你们都看见了，我老婆都快哭得晕死过去了，他道好一句误会就轻飘飘带过，这是道歉的态度吗？直播间的弹幕刷得飞快，离谱，摸了人家的胸就说是误会，这医生是读书读傻了吧？要我说，这不赔个128千的，绝对说不过去。但也有人提出质疑，不会是医闹想要钱吧？现在这种事情也挺多的，我保持中立，我劝你别保持中立了。据我所知，这个被医生猥亵的家庭可不是普通家庭，他们住的小区是鼎力豪苑，可以是海景数1数2的楼盘了。曝光自己的老婆被猥亵，自己的面子也会挂不住吧？而且谁会缺这点钱？就算赔个10.8万的，还不够他们一个厕所钱呢，还不是咽不下这口气。谁愿意自己的老婆被别人白摸啊？普通人可能就咬牙算了，这宋雄国怎么说也是住豪宅小区的，肯定是不怕事的。我倒是支持他们闹到底，好好整顿一下现在的无良医生。看着满屏的弹幕，刘庆芬也恰到好处的哭嚎着：陈医生，你说是误会，意思就是我讹你，故意闹你是吧？我闹你有什么好处？除了让自己的丑事丢脸，我还能占到什么便宜？他越说越伤心，到最后气都喘不上来了。我这辈子就我老公这一个男人，第一次谈恋爱是和他，第一次牵手也是他，什么第一次都是给的他，现在就看个病就被别的男人摸了，想起来都觉得没脸活了呀。刘庆芬一边哭着，一边就要去撞墙。宋雄国紧紧拽着他，安慰刘庆芬：你放心老婆，老公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接着他眉毛蹙起，对着我喝道：陈博文，我告诉你，我老婆跟了我这么多年，没骂过一次，没打过一次，没让她受过一点委屈，你今天惹到我头上，算是惹错人了，我一定要为我老婆讨回公道。我手机里有你猥亵我老婆的视频，现在给我老婆道歉，也不要你500万，只要赔偿200万，我就不起诉你。不然我把这视频放到网上去，你不仅会身败名裂，你的女儿也会被戳脊梁骨，说她是猥亵犯的女儿。直播间一听竟然还有我猥亵刘庆芬的视频，立刻更热闹了。卧槽，劲爆，居然还有视频证据！我看这个姓陈的赶紧赔钱道歉，息事宁人得了。是啊，我就说没有证据，这对夫妻不会闹到医院来，到时候被反咬一口是医闹，被舆论反噬的只会是他们。我看也是，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如果是真的猥亵，确实要让这个医生混不下去，但如果是医闹，国家立了法的，少则被判15年，多则要被判20年的。猥亵视频，我想看，发吗？我举双手支持将这个医生锤得死死的。宋雄国看着这些弹幕，那叫一个胸有成竹。他嚣张喊道：姓陈的，你今天要是不赔钱，我姓宋的不会顾邻里情面，马上把你的犯罪视频发到网上去，到时候让全国网友们看看你摸我老婆胸的猥琐嘴脸。我无奈道：好吧。一听我说好吧，宋雄国喜上眉梢，行，算你这个姓陈的还有点良知，这是我的卡号，把200万打过来吧。结果却看见我猛地抬头说道：在你放我的视频之前，不如先让我放几段视频给全国网友看看吧。宋雄国不明所以，我却阴森一笑，刚刚宋哥不是说很爱自己的老婆吗？我手里倒是有几个视频，让全国网友来评判一下，这宋哥是不是如他所言那么爱他老婆呢？说完，我反手就上传了自己提前搞来的几个视频。臭娘们，连个儿子都生不出，难怪老子这么倒霉。
视频里，宋雄国一脚踹在刘庆芬的肚子上，刘庆芬闷哼一声，跪倒在地上。旁边是乌烟瘴气的牌桌，一堆人在压金花。老宋，还来不来？不来我们可换人了。几个男人咧着嘴在催。宋雄国没好气道：“没看到老子在训女人呢，倒霉催的，不知道男人打牌，女人不要出现。难怪今天一下输了2、3万。原来是你这个扫把星在耽误我赚钱。”宋雄国说着，又给了刘庆芬一个大耳刮子：“赶紧给老子回去做饭，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刘庆芬忍着火辣辣的痛，扯住宋雄国的裤管，哀求道：“老公，求求你，别赌了，家里就那么一些拆迁款，都快被你赌完了。火锅店你也不管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做试管，拿什么钱做试管生儿子？”宋雄国的眼神更狠了，又给了刘庆芬一脚：“你他妈的，但凡有点能耐，我们还需要花试管的钱？滚，快给老子滚！”说着，竟然一只手拽着刘庆芬的头发，将她拖行到门口，直接给扔了出去。看着对自己老婆大打出手的宋雄国，全国网友都愤怒了，还说自己有多爱老婆。我看你简直是把你老婆当生育机器发泄工具，就这还好意思在我们面前立好老公形象，气死我了！没见过这样打女人的男人，有没有人跟我一起，现在就去树德医院找到这个死男人，往死里揍他一顿？但也有网友说，家暴是家暴，但这跟医生猥亵他老婆，帮老婆讨公道还是不冲突吧？这个医生还挺厉害，居然会搞到这种视频，转移公众注意力。建议大家还是把重点放在借助职业之便猥亵患者的事情上。我一看，打字的正是宋雄国，这畜生玩意儿还挺会引导公众舆论。果然，他一发完这些信息，网友就被带偏了。打老婆是一回事，医生猥亵又是另一回事，谁也不会是完美受害者。说得对，这个医生挺会公关，故意搞出这些视频来引导舆论，想让我们谴责男主对老婆施暴。大家不要被绕进去了。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要猥亵女患者的医生付出代价，对让猥亵女患者的医生付出代价，一定是这个医生理亏，才想出这一招。看着直播间一条条质疑我的弹幕，我露出苦笑。刚刚还一脸泄气的宋雄国，这下又来精神了。姓陈的，你想搞这些手段来淡化自己做的猥琐事儿，可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然你要承受的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只见宋雄国得意地给我看了一个视频，视频里一堆小朋友指着我女儿骂道：“你爸爸是坏医生，他借看病的名义摸别的阿姨的胸，你爸爸是猥琐狂，我们不跟你玩。”他们一边笑着，一边朝我女儿扔10块。5岁的女儿哇哇大哭：“我爸爸才不是坏人，你们冤枉他。”可是那些孩子却拿着手机继续笑道：“你被你爸爸骗了，你看看，好多叔叔阿姨都在直播间骂你爸爸呢。”女儿却不妥协，那个叔叔阿姨根本没有证据就污蔑我爸爸，我相信我爸爸，他肯定是好心帮那个阿姨看病，但是却被冤枉了。那些小孩子笑得更大声了：“你等着吧，你爸爸要是再不赔礼道歉，那个叔叔就会把你爸爸做坏事摸那个阿姨胸的视频曝光，到时候你嘴巴再硬也没有那个视频硬，你等着瞧吧。等大家都看到了你爸爸那个做坏事的视频，我们就把大粪糊在你脸上，让你和你爸爸的名声一样臭。”我女儿孤立无援，扑上去跟他们拼了。你们乱说，我不许你们这样说我爸爸。看到这一幕，我的眼泪就憋不住了。上一世，我女儿也是相信我的，她打电话给我，口气非常坚定：“爸爸，我相信你，他们肯定是乱说的。”我当时正忙着恢复手机数据，听着女儿安慰我的话，也赶紧安抚她：“乖宝贝，爸爸没做坏事，爸爸现在正在收集证据，马上就能还爸爸清白了。你先在家好好待着，哪里都别去。”可结果手机数据恢复不了，跑到保安调监控，监控也别毁了。我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反驳宋雄国两夫妻，偏偏女儿发起了高烧，闭门不出的老婆无奈带女儿去看病。结果因为宋雄国颠倒黑白的视频上了热搜，很多人认出了我老婆和女儿，纷纷朝他们吐口水扔垃圾，甚至有人直接来抢我女儿，说负罪要子还，他们是在给普通老百姓报仇。我女儿被那些所谓的报复者在大马路上扔来扔去，我老婆一直追，膝盖全都磕破了，满是血。她怕有人贩子混到那些人里面，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但还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报了警。等女儿最终回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母女俩都已经哭得嗓子都哑了。波恩，我相信你没有做出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但我们必须分开了。那些人说只要我们还是夫妻就都是一伙的，他们威胁我说除非我不出门，孩子不上学，不然他们一定会替天行道。我知道老婆也是出于无奈，于是签了字。老婆带着女儿直接搬离了这座城市，而我在弄丢了老婆和孩子后又被医院抛弃，加上网友的不停网暴，我最终抑郁跳楼自杀。这一世，我看着女儿倔强的小脸，紧紧握着拳头。爸爸这一次一定不会再让你被迫离开我。看着我流了泪，宋雄国以为我是后悔了。陈医生知道自己犯了事有后悔的态度就好，现在你孩子还没看到证据，你赔礼道歉，回去后还能随你自圆其说，但要是把视频发出去了，证据确凿，你没有任何跟你女儿交代的余地不说，其他打抱不平的网友肯定会名正言顺地唾弃你们全家，怎么样？
打钱吧。宋雄国再一次亮出了银行卡，等着我妥协打钱。但直播间的网友却有了不同的看法。大人的事情把小孩子卷进来干什么？我看这个大叔真不是什么好人。我也觉得大人犯错居然拿霸凌小孩子作为威胁，也太不道德了。但也有网友反驳道，就是因为这个医生死鸭子嘴硬，不愿意道歉赔钱，人家才出此下策。你看之前还一副大义凛然死不悔改的样子，现在看到女儿受欺负了，立刻就流眼泪了，这就叫不见棺材不掉泪。我支持大叔。更有眼尖的网友认出了我家的楼栋，哈哈，12栋是吧？就在我家附近。陈医生，你要是还是不道歉的话，我可现在就带人堵到你单元门口去喽。带上我，我也去。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一个医生了。走，兄弟们，一起上！活捉他女儿，看他还嘴还硬不硬。看着这些疯狂支持他的弹幕，宋雄国的脸上全是得意的笑。陈主任，都到这份上了，你还不给我老婆赔礼道歉的话，你女儿可就真的危险了。见我不动，他有点气急败坏。陈博文，你连你女儿的安危都不顾吗？只要我把视频放出来，会有很多正义侠士帮我教训你的，就200万而已。你一个主任医生还不是9牛1毛的事情。我冷笑一声，没做过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认。你老说你有视频，你有本事就放。宋雄国一看我软硬不吃，一咬牙，好是你让我把视频放出来的，到时候别说是我要网暴你。我冷笑，你不是证据都没给网友上，就已经给我扣帽子网暴我了吗？你放吧，我倒要看看你手里的是什么证据。好啊，居然这么嚣张。宋雄国对着镜头怒道，大家都看好了，不是我非要网暴他，是这个人油盐不进，那就别怪我了。我这就把他摸我老婆的视频放出来给大家看看。说着，他小手一点，在自己的主页上上传了视频。我靠，这医生居然摸女患者的胸就算了，居然还让他下跪，真是他妈的不要脸！我真是恨不得现在就剪掉这个臭男人的命根子。赔200万我看都少了，至少500万，这得多大的心理阴影啊！得了抑郁症，这一辈子也不会好了，说不定最后还会自杀。本来还可以生的孩子好好生活的，被这个医生全给毁了。刘庆芬也抓住时机，开始装疯卖傻，把头往墙上砰砰撞。我不活了呀，这辈子没受过这样的屈辱。你们不知道，他不仅让我下跪，他还按住我的头往他那个位置凑。你们想想，他是想对我做什么？太不是人了。这还是在医院诊室，这要是在什么别的地方，说不定早就强奸杀人了。这种社会败类还留着干什么？树德医院还不赶紧报警，把这个人渣抓走。宋雄国一边得意地看着弹幕，一边对我沉声道，陈博文，这都是你逼我这样做的，赔了钱不就没这些事了？他以为我会害怕的要命，结果我一把拿过他的手机，对着镜头道，大家都看完了他的视频了，现在也该看我的另一个视频了。说着我就去摸我的手机，结果一摸不见了。我猛地抬头看向宋雄国，只见他无比狡黠地笑了，手机不见了，可惜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我这才记起，我来医院的时候在门口被人撞了一下。我扫视了一下门诊，终于看见了站在墙角瞧我鬼笑的人，是他偷走了我的手机。我找人跟着你呢，看你这么不怕事的样子，估计你手机里有什么证据呢，就找人给办了。现在你傻眼了吧？宋雄国得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还有老弟，你也别想着去调监控了，那人是我老乡，我也给一并解决了。现在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了吧？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宋雄国咬着牙，然而我却冷冷一笑，掏出了一个硬盘。不好意思啊，让一让，我选个大一点的屏幕给大家放另一个视频，一个足以让你身败名裂的视频。我邪恶地露出了一个准备已久的坏笑。视频里我明显已经下班，可刘庆芬却哭着求我救她。我让她明日挂号来就诊，她却突然抓起我的手就往她胸部里放。视频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我惊慌地把手从她的胸上甩开，还后退好几步，问她是要干什么。可刘庆芬却扑通给我跪下，拽着我的裤管说我是乳腺外科圣手，她没钱看病，但我是邻居又是医生，必须得救她。但最终我以不符合医院流程拒绝了她，并让她寻求医院工作人员帮忙挂号。宋雄国愣愣地看着屏幕上的内容，你的手机不是没了吗？还有监控视频已经被我删掉了，你怎么还会有证据？他哪里知道我是重生的，对于他的污蔑，我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所以你承认你发在网上的视频是造假了？我又拿出录音笔，你以为把医院的监控视频删掉了就能将我置之死地，却没想到我提前拷贝了医院的监控视频。你们诬赖我证据确凿，还想抵赖吗？我冷冷地盯着宋雄国，没想到宋雄国死鸭子嘴硬，就算你没有摸我老婆胸部，可是病人都这么求你治病了，你居然残忍拒绝，你配做一个医生吗？可这些质问聪明的网友们并不买账，得了吧，全是假的，爱老婆是假的，替老婆要公道也是假的。我看这对夫妻设局医闹讹钱的已报警，等着吃牢饭吧，真是白瞎了我们义愤填膺了。有没有知道他们家的地址啊？老子要给他家泼大粪。听说他们生了个女儿，刚刚宋雄国不是想用陈医生的女儿威胁他吗？我们也去找他女儿，说他父母是对无耻的畜生，他爸
还是不要脸的家暴狂，让那些孩子都不要跟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刘庆芬一听网友们要找到他们家里，立刻不哭了，他浑身哆嗦的走到宋雄国面前，摇着他手臂，怎么办？他们要去找招娣了，他现在一个人在家，会不会有危险啊？老公，我们赶紧回去吧。宋雄国全线瓦解，自己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一把将刘庆芬推倒在地，指着鼻子大骂道：要不是因为你得了这破癌症，老子为了解决你的医药费，我会整出这破烂事出来。刘庆芬没想到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全国网友的面，宋雄国还会打他，也翻脸不认人了，整个人爬起来就冲向了宋雄国。姓宋的，别他妈装好人了，给我治病才想到讹陈医生。说的好听，你拿到不是你赌博输了100多万，拿不出钱你就要卖女儿，我为了女儿才同意你的馊主意，故意把博文医生的手塞到我胸里，然后威胁他给钱，不然就让他身败名裂。可惜你失败了，你这个畜生，你怎么不去死啊？两公婆就这样扭打在一起，本来场面就已经很混乱了，这个时候宋雄国带来的那几个壮胆的人还嫌不够乱，竟然也一拥而上，扯着宋雄国的头发嚷道：你们先别打，把雇我们几个人的钱先给结了，不然老子撕破你的脸。刘庆芬锋利的牙齿毫不留情地咬在宋雄国的耳朵上，几个大男人的手撕扯着宋雄国的头发衣服。等接到报警的警察冲进来的时候，宋雄国的耳朵竟然被咬掉了一只，上衣和裤子不知道是被哪只手给脱掉的，只剩下一只裤衩。宋雄国看着直播间里一堆的哈哈哈哈的弹幕，捂着脸大叫一声：你们这样对我，老子不活了，想不活了，先把牢饭给吃完吧。老院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跟着他后面是警察。宋雄国、刘庆芬，你们涉嫌带头医闹，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在这对夫妻被带到警车的路上，很多愤怒的群众朝他们扔石头、扔大粪。宋雄国被砸得头破血流。爸爸妈妈，一个怯懦的小女孩的声音在人群堆里响起，是那对夫妻的女儿，上梁不正下梁歪，打他。人群中不知道哪个人大吼一声，眼见大家又要把愤怒对准孩子，我把那个孩子抱在了身边。这孩子也才5岁的样子，取名招娣，他的日子能有多好过呢？我看着他的后颈全是淤青和烫伤的烟头，真是触目惊心。爸爸妈妈被抓走了，招娣害怕吗？我问。不害怕，他们在家的时候我才害怕。招娣小心翼翼地回答。叔叔，你没事了吧？小招娣挤出一个笑容问我。我笑笑，叔叔，没事了。这时候走来一个女警察，她抚摸了一下女孩的头。陈博士，你知道吗？是这个孩子走到警局跟我们报了警，说他爸爸妈妈要陷害你。他说你是好医生。一开始我们还不信，后来有同事看到直播，又结合了这小孩的证词，我们才出了警。我这才知道，除了院长的报警，这背后还有小招娣的一片良苦用心。可是上一世，我明明记得宋家的女儿没有出现过啊。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全国拐卖儿童死亡的报告，其中一张照片就和小招娣长得一模一样。我突然明白了上一世小招娣没有出现的原因，她因为是女儿，一直被放在农村放养。后来宋雄国想生儿子，才在5岁的时候接回身边，因为招娣可以招儿子。可是他们天天把招娣锁在家里，不让她出门，所以从来没见过她。后来我失去一切，宋雄国夫妻除了弄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什么钱都没捞着，就把女儿给卖给了人贩子。但最后小招娣被闷死在了进大山的车上。想到这里，我内心一阵酸楚，捏了捏小招娣的手，愿不愿意跟叔叔回家？小女孩摇摇头，外婆老了，我回乡下去。我亲自给她送到乡下，给她买了很多新衣服和玩具，给了那位老人一笔钱，用作她和孩子的生活费。这才了解到刘庆芬其实是这位老人捡来的孩子。嫁的那个男人是个混子，游手好闲，但运气好，家里的宅基地拆迁政府补贴了60多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变得很有钱，就跑去市里买了一套很大的房子。但他们不要招娣，说是女儿晦气，后来想生儿子，才又从我身边接走的。老人抹着眼泪叹气，我不知道这当爹妈的能对自己的女儿下这么狠的手啊。可我却在痛心的同时捕捉到了一个信息，我们那个小区房价2万多一平，宋雄国和刘庆芬住的是比我家还大1倍的房子，也就是160个，得300多万才能拿下来。他没有工作，成天吃喝嫖赌，拆迁款也只有60万，怎么买得起那套房呢？我找人查了一下，那套房子还是全款，一定有猫腻。想起上一世宋雄国把女儿卖给了人贩子，一般人怎么会联系上人贩子呢？我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再次上了警局，说出了自己的疑惑。警察非常重视，立刻对宋雄国夫妻进行盘查，竟然查出这对夫妻本身就是人贩子，只是因为一直想生个亲生儿子，自己才没买儿子。不然我想要个儿子，那还不是简单的很。宋雄国竟然在盘问过程中对于自己的人口贩卖洋洋得意。
警察采取了有策略的盘问技巧，宋雄国和刘庆芬将那个组织的窝点和犯案人员全部透露了出来。警察给予了那个犯罪组织致命的打击，一共救出来将近200个儿童，大多数是男孩，只有少数是女孩。尾声，宋雄国因为身上有命案，数罪并罚，被判了死刑。判刑那天，他大叫着：“我还没生儿子呢，你们不能让我断子绝孙啊！”可他也不想想自己迫害了多少家庭，又害死了多少可怜的孩子。刘庆芬也因为共犯被判了20年，可他得的是癌症，就算没在法律上被判死刑，也被上天判了死刑，活不了几年了。最终3年后去世了。我如愿当上了院长，但对于妻子上一世的离婚，我虽然理解，但一颗心始终温热不起来。上一世，妻子完全可以不离婚，带着女儿先离这座城，也许我的精神支柱不会崩塌的那样快，但她却还是选择了离婚。我知道她是为了保护女儿，但何尝又不是为了和我划清界限，保护自己？这一世，我选择了离婚。女儿虽然喜欢我，但还是想跟妈妈。我把名下的房子、车子和存款理财全都给了他们。钱财是身外之物，没了总还能赚的。招娣那个小姑娘，最后竟然查出不是宋雄国夫妻亲生的。当时是有人说她的命格招子，所以宋雄国拐卖了她后留了下来。也难怪，带到身边后如此虐待她，就连吃饭都是要她趴在地上学狗的样子，她的变态欲望才得到满足。那时候刘静芬担心网友上她家，也是怕大家发现自己家里关了一个孩子被自己虐待。这姑娘学习成绩很好，我一直资助她和婆婆，直到大学。因为女儿对我的无条件的信任，我跟她虽然没有一起生活，但父女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保持得很好。结婚那天，我送了她一套别墅，1辆玛莎拉蒂。这一世，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每个人都有了命运给的最佳归宿。那些种下的恶果，最终会自食其果；那些心存的善意，最终会被善意眷顾。我相信，这天地大道轮回，唯有善心方得永恒。